我反反复复警告过一个特殊的年份，那就是2026丙午年。这一年天干是丙火，地支是午火，五行上这叫上下通红，烈火燎原。这把火烧下来要干什么？是要大清算。诸位听清楚，这不是迷信，这是天道的常识。老天爷在这个时候是不跟你们开玩笑的，他要把过去几十年积攒下来的那些阴气，那些脏东西，利用这把最猛烈的纯阳之火，一次性烧个干干净净。大家不要以为有几十亿或者官做得多大，就能挡得住在天道面前那点算计，连炉子里的灰尘都算不上。那么究竟哪些人会在这场大火里被烧成灰烬，哪些人又能在火里炼出金来？我今天就是要跟你们把这个底牌亮出来。无论你是什么年龄，什么身份，接下来的话竖起耳朵听，这关乎到你一家老小的身家性命。因为2026年这把火它是长了眼睛的，它不会乱烧，而是专门找那些身上引火之物最多的人烧。我将其归纳为3种人：断了根的人，引了火的人，油尽了的人。现在我要一个个点名了，你们自己对照一下，看看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，或者自己是不是已经在悬崖边上了。第一种人，亏欠孝道的人，这是断根者。这一种人我看过太多了，也是死得最冤枉但也最活该的一类。现在的社会风气很坏，很多年轻人甚至中年人受西方教育影响太深，觉得我是独立的个体，我父母养我那是他们的义务，我养不养他们是我的自由。甚至还有很多人嫌弃父母脏，嫌弃父母啰嗦，甚至为了分家产跟父母对簿公堂。诸位，你们听我讲中医的道理，你就知道这种行为有多愚蠢，简直是在找死。中医讲肾主骨，身髓，脑为髓之海。请问你的肾气是从哪里来的？西医会告诉你那是受精卵发育的。那受精卵哪里来的？是父母的精血结合来的。所以你的先天之本，那个最初始的生命能量，就是你的父母给你的。在相上，父母就是树根，你就是树干，你的孩子就是树叶。2026年是丙午火年，烈日当空，旱魃为虐。这时候一棵树想要存活，想要枝繁叶茂，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根部深深地扎进泥土里，源源不断地把地下的阴凉和水分吸上来，去滋润树干，去抵抗天上的烈火。如果你不孝顺，你跟父母的关系恶劣，这就等于是你拿着斧头亲手把自己的树根砍断了。平常年份风调雨顺，你可能觉得没所谓，断了根的插花也能活几天，甚至还能开花，那是回光返照。但是到了丙午年，大火一烤，断根之木瞬间就会变成干柴，一点就着。我以前在美国诊所接诊过一个台湾飞过来的富豪，姓林，50多岁，做进出口贸易的，身价我不说具体数字，反正豪宅好几栋。他来看什么？严重的强直性脊柱炎，加上刚刚查出来的肾衰竭初期。他进来的时候是2个人架着进来的，我看他的面相吓了一跳。你们记住了，看人先看眼。他的眼睛下面那个卧蚕的地方，中医叫下眼睑，面相叫子女宫，也通父母宫，黑的像涂了墨汁一样，而且那个肉是干瘪下去的，像枯死的树皮。再看他的印堂，悬针纹很深，那是常年算计发脾气留下的。我把脉的时候手一搭上去，此脉若有若无，像是风中的残烛，随时会灭。但是他的寸脉也就是心脉却跳得极快，这叫心肾不交，水火未济。我问他，林先生，你是不是很久没有跟你父母说话了？他愣了一下，眼神闪烁，很不高兴地说，倪医师，我是来看腰痛还肾脏的，你问我家务事干嘛？我有钱，我爸妈在台北最好的养老院，1个月20万台币，专人伺候，我怎么不孝顺？我说，钱是钱，心是心，你给钱不代表你有根。你的腰椎为什么痛？督脉主一身之阳，你的根断了，阳气上不来，督脉就空了。就像大楼的地基被抽空了，楼能不塌吗？他不信，他说，你给我开药，我要最贵的药。我叹了口气，开了一些救急的药，但我告诉他，这药只能保你一时，你要想活命，回去把你老娘接回家，每天早晚磕头问安，亲自喂饭，否则过不去这个冬天。
他觉得我不可理喻，骂骂咧咧走了。后来我听说，就在当年的年底，正好是火旺的月份，他的公司因为一个巨大的走私案被查封，资产全被冻结，他一急在浴室里摔了一跤，脊椎断裂，瘫痪了。最讽刺的是什么？他那个住在养老院的老娘听说儿子出事，急火攻心走了。老娘一走，他的根彻底断了，没过3个月他也走了。死的时候全身浮肿，尿毒症，非常痛苦。这叫德不配位，财多压身。他的财很大，但是他的根断了，火年来克金，他又没有水来护体，直接就被融化了。所以2026年，那些把父母丢在一边不管的人，不管你吃多少补药，你的根是干的，大火一来，第一个烧死的就是你。第二种人，发不义之财的人，这是引火者。第二种人，在2026年将会死得最难看，就是那些搞诈骗的，做黑心食品的，搞非法集资的，或者在官场上贪污受贿的人。很多人会说，尼斯那个谁谁谁坏事做绝，怎么还活得那么滋润？我告诉你们，那是因为时候未到。过去20年是八白土运，土的特性是包容藏纳，土人生金，所以过去20年很多黑心钱躲在土底下，被保护得好好的，你也看不见，法律也抓不到，好像老天爷睡着了一样。但是天道轮回，苍天饶过谁？2024年开始转九子离火运，到了2026年丙午年，火气达到顶峰。离卦是什么？是木，是眼睛，是光明，是闪电，是网罗。在这个火运里，所有的阴暗、肮脏、地底下的勾当，就像是被探照灯直接照在脸上，无处遁形。对于这种人，钱不是财富，钱是炸药。你贪得越多，你家里的炸药库就堆得越高。平时可能没事，但2026年是满天火星子乱飞的一年。只要有一点点火星，比如一个举报信，一个合伙人反水，掉进你的炸药库，轰的一声，你就粉身碎骨。多年前有个搞金融盘的老板找我，也是大富豪，他来找我治什么？失眠。他说，尼斯，我这几年赚了几个亿，但我真的快疯了。我每晚只要一闭眼，就听到有人在敲门，或者听到警笛声。我一定要开着灯，还要吃3颗安眠药才能睡2小时。我现在心脏常常突然绞痛，去医院检查又说没问题。我看他的脸色，那是典型的赤脉贯通，眼睛里全是红血丝，脸上泛着一种诡异的潮红。我一摸他的脉，肝脉弦硬如刀。我说，你这个病是吓出来的，你的钱不干净。他当时脸就白了，还要狡辩，做生意嘛，都是有风险的。我直接断他，你赚的是亏心钱。中医讲，肝藏魂，心藏神。你白天做了亏心事，伤了神，晚上魂不守舍，魂没办法归肝。你的魂每天晚上都在外面飘，都在担惊受怕，这叫神不守舍。我告诉他，这种火年就是你这种人的死期。心属火，你本来心火就旺，外面天火在一勾，里应外合，你会死于心梗或者脑溢血。他问我有没有救，我说有，善财把那些骗来的钱全部捐出去，1分不留，甚至去自首。只有把这个炸药搬空，你才能活。他舍不得，他觉得可以用钱买通关系，可以用钱请最好的医生。结果呢，在一个正午，他被警察盯上，在逃跑的路上，因为极度紧张，突发大面积心梗，死在车里。警察抓到他的时候，身体都凉了，手里还死死攥着一袋钻石。这就是火克金，肺属金，主肃降，主破，心属火，主神明。当一个人做了坏事，他的魄是不安的，他的气机是逆乱的。火运一来，心火暴涨，直接把肺经烧融了，肺气一绝，呼吸就停了。所以各位，2026年，如果你手里有不干净的钱，听我一句劝，哪怕是扔了，都不要留在手里，那不是钱，那是催命符。第三种人，透支身体，纵欲过度的人，这是游竞者。这种人数量最庞大，可能就包括在座的很多人。你们不是坏人，你们也没有不孝顺，但是你们在干一件同样愚蠢的事，你在预支你的生命。现在的年轻人，我真的看不懂，
白天靠咖啡续命，晚上靠酒精助兴，为了赚钱，为了所谓的事业，熬夜当家常便饭。还有些人沉迷色欲，把那一滴滴珍贵如金的精液当成白开水一样浪费掉。诸位，人生就像一盏油灯，这个比喻我讲过很多次，但今天要往深了讲。你的肾经，包括骨髓、脑髓、生殖之精，就是那个灯油；你的阳气就是那个火苗，你的身体就是那个灯芯。正常的人油是满的，火苗稳定燃烧，这叫阴平阳秘，精神乃至。但是现在的年轻人，你们在做什么？你们在拨灯芯，熬夜、喝红牛、吃春药、兴奋剂，这些行为就是在把灯芯强行挑高，让火瞬间烧得很旺。你觉得自己精力充沛，觉得自己很牛，其实那是在透支，你在烧你的底油。我有个病人年薪100万，他来找我的时候说是要把脉，调理一下身体，准备要孩子。我看他的那个手冰凉的，但是他的脸却是通红的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真寒假热，也叫带阳症。这在中医里是非常危险的格局，这说明他体内的寒湿极重，把最后那一点点真阳逼到了头顶上。就像油灯快没油的时候，那个火苗会突然窜一下，显得特别亮，然后瞬间熄灭。我问他，你是不是经常觉得膝盖冷，但是脸上发烫，晚上想睡睡不着，白天精神特别亢奋？他说神了，倪医师，我觉得我精神特好，每天只睡4个小时，工作效率特高。我严肃地告诉他，你快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吓坏了。我说，你的肾水已经干了，你的身体就像一个烧干了水的锅炉，底下还在拼命加火，现在的你全靠一口气撑着。丙午火一来，这股外面的大气压一旦加上去，你这个干锅炉瞬间就会爆炸。我让他立刻辞职，回家睡觉，喝桂枝汤加减，用艾灸把阳气引回下焦。他听了一半，药吃了，但班没辞，觉得舍不得那个高薪。结果就在火旺的时候，他在健身房跑步的时候突然倒地，送到医院，医生说是心源性猝死。诸位，2026年是火最旺的年份。根据五行生克，火旺由于水弱，或者说水不制火。如果你的身体里有充足的肾水，那么外面的火再大，你就像一个装满水的高压锅，虽然热，但有蒸汽循环，你会没事，甚至会利用这个火气来生发阳气。但如果你的锅里没水了，外面的火一烧，里面的脏器直接被烤焦。为什么现在心梗、脑梗年轻化？因为你们的油都被这一代的娱乐、压力、欲望给耗干了。到了2026年，这种油尽灯枯的人，走在马路上，可能一阵热风吹过来，人就没了。好，刚才那3个点名，把问题摊开了。我看很多人可能已经在冒冷汗了。倪师，我不孝顺，我是不是死定了？倪师，我熬夜10几年了，我是不是没救了？我不许你们这样想。中医里讲，恐伤肾，你越怕，肾气越泄，身体里的水越少，那把天火烧，你就烧得越快。除了身体的病，2026年丙午大火年，最可怕的是心病。我在讲天气的时候说过，火主神明，当火太旺的时候，人的神志会变得非常亢奋，容易产生幻觉，容易狂躁。那么既然天道变了，我们就要顺应天道。怎么顺应？我们唯一的策略就是让自己变成水，或者让自己变成湿土，去化解这个火，而不是跟它硬碰硬。凡是让你手脚变冷的事，绝不能做；凡是让你心神大乱，让你上火的事，绝不能做。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一壶温水，不管外面怎么烧，你要保持你的恒温。只要你的手脚是热的，头面是凉的，睡眠是安稳的，那么恭喜你，你的身体这艘船足够结实，能度过2026年这片火海。我今天不让你们买那种几万块的风水摆件，也不叫你们去做什么大法事，而是要给你们开5味大药。这5味药都在你的日常生活里，涵盖了你的伦理、钱财、身体、环境、饮食，是我临床总结出来的保命心法。只要你照着做，我敢保证，不管外面火多大，你家里一定是清凉的世外桃源。第一味药，回家接地气，这不是道德绑架，这是能量输血。前面我说过，断根者死。那反过来，你要活命，
第一件事就是把根接回去。很多同学问，尼师，我爸妈都不在了怎么办？或者我爸妈在老家，我回不去怎么办？听我讲，这里的根在相上是父母，在理上是谦卑和连接。在2026年，我要求你们无论多忙，只要父母健在，每个月必须回家一次。回去了做什么？不是丢给他们2万块钱就走人，那个叫交易，那个不叫接根。我要你们做2件很具体的事，洗脚和拥抱。你们不要以为这是搞形式主义，这是最高级的气功。在中医里，人的头部是诸阳之会，属火；人的脚底是涌泉穴，属肾属水。当你是一个大老板，或者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年轻人，你的火气通常都在头上，你是飘着的。当你回到家，端着一盆温水，甚至稍微有点烫的水，放到父母脚边，注意这个动作。当你弯下腰，低下头的时候，你的火气就降下来了，这叫降龙伏虎。当你用手去触摸父母那双粗糙的脚，甚至去搓洗的时候，这叫水火既济。父母是你的根，是你的地，你的手接触到父母的脚，你就是在把自己的能量回流给根部，同时从根部汲取地气，这是一个完整的能量闭环。还有很多男人害羞不敢抱父母，我告诉你，2026年必须要抱。我们的背部是督脉，主阳；腹部是任脉，主阴。当你紧紧抱着苍老的父母时，你的阳气在护持他们，而他们身上的那股从祖宗传下来的中气，会通过任脉安抚你的心神。你试一次就知道，那种心里的踏实感，比你吃多少安神药都管用。我以前有个病人，是个混黑道的，凶神恶煞，满脸横肉。他来找我治什么？治狂躁症。他说他控制不住，想砍人，晚上根本睡不着，全身像火烧一样。我看他的脉红大无根，这是要发狂崩溃的前兆。我跟他说，你这个病吃大黄黄连泻心汤只能治标，你要想活，回家去给你那个被你气得半死的老娘磕头，每天给他洗脚。他当时瞪着眼睛想打我。我说，你不信就滚，不出3个月你肯定死在街头。他怕死，硬着头皮回去。1个月后他来复诊，诸位，我简直不敢认他脸上的那种横肉消了，眼神变得柔和了。他说，尼师真怪了，我现在晚上沾枕头就着，再也不想打架了，而且以前那些仇家竟然也不来找我麻烦了。原理是什么？因为他把自己放低了。水低为海，人低为王。在火旺的年份，你越低，你越像水，火就烧不到你，反而会温暖你。第2味药是专门对治那个引火者的，也是给所有想保平安的人用的。在命理学上有一个词叫一喜挡三灾，还有一个词叫破财消灾。很多人不懂，以为破财就是倒霉，错。破财分2种，一种是被动破财，一种是主动破财。被动破财是老天爷强行收你的钱，比如你车子被撞了，你要修车；你生病了，你要住院；你被骗了，钱没了。这种破财既伤钱又伤身还伤心。2026年如果不主动，这种被动破财会非常凶猛。我要你们做的是主动散财。在2026年丙午年，火克金。金是什么？金就是钱。这一年钱这个东西自带3分热毒，如果你手里攥得太紧，如果你是个守财奴，这股热毒就会烧你的手，烧你的心。怎么主动破财？我有2个绝招。1. 7分饱原则。做生意的朋友听好了，这一年如果有生意上门只赚7分，比如这单生意你能赚100万，你主动让利30万给对方，或者分给员工，你把那30万散出去，等于把那一团最烫的火毒散出去了。剩下的70万你拿得稳，吃得香，睡得着，这叫舍满取半，基业长青。2. 红包挡煞法。随身准备几个小红包，里面装点新钞票，不用多，寓意好就行。出门遇到小区的保安、扫地的阿姨、送外卖的小哥，如果你心情好，或者觉得最近有点不顺，就随手给一个，说一句辛苦了，请你喝瓶水。这一瞬间，对方那个惊喜的笑脸，那个感激的眼神，就是最好的喜神。这一瞬间产生的正能量磁场，
能直接把你身上的霉运冲刷得干干净净，这比你去庙里烧几万块的高香还要灵，因为你在行菩萨道。第3味药是给那个游进者的救命稻草。很多年轻人问尼师，我已经把身体透支了，我现在开始吃6味地黄丸还来得及吗？我说药补不如食补，食补不如睡补。在2026年所有的养生方法里，排名第1的只有一个字，睡。但是怎么睡，这里面有讲究，有我倪海厦的独家心法。一，必须睡子午觉，子时晚上11点到1点，这是一天阴气最重、一阳出生的时候，这时候不睡就是在消耗你的真元。午时，中午11点到1点，这是一天阳气最盛、一阴出生的时候，在丙午年中午这点时间，火气最毒，心脏负荷最大，这时候你如果还在外面跑业务，还在大鱼大肉喝酒，那就是找死。我要求你们中午哪怕只有15分钟，闭眼静坐或者打个盹，这叫养心。这一刻的休息胜过你晚上睡2个小时。2026年大家普遍都会觉得头重脚轻，血压高，失眠。为什么？因为火在上面烧，水在下面寒。我要你们每天晚上睡觉前做2件事。第一步，热水泡脚，水温要稍微热一点，泡到微微出汗，这叫扩张下焦，把上面的血引下来。第二步，金鸡独立，泡完脚擦干，站在地上，闭上眼睛，单脚站立，一只脚站1分钟，轮流站。原理是什么？当你闭眼单脚站的时候，你的意念必须全部集中在脚底，否则你会摔倒，这就强迫你的心火下沉到脚底，这在中医叫心肾相交。做完这个动作，你再上床睡觉，你那个觉是沉的，是黑甜的，一觉醒来精神100倍。另外，如果条件允许，2026年把你的床头调一下，头朝北，脚朝南，北方属水，南方属火，头朝北睡，让北方的水汽来冷却你发热的头脑，这叫水火既济的睡法。第4味药，居家风水布局，用1盆水化解漫天火。这部分是风水干货，外面那些大师会叫你买几万块的铜葫芦、水晶洞，尼师告诉你不需要，最好的风水物就是水。在2026年丙午年，家里的正北方非常重要，坎卦属水，在火年如果家里的北方也是脏乱差或者是厨房，那你家里就真的是火海了。回家拿指南针看一下家里的正北方是什么地方，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不要堆杂物，找一个圆形的宽口玻璃缸或者瓷盆，不要用塑料的，里面装满清水、自来水就行，水里放6枚硬币，1元或者5角的硬币，洗干净，把这个盆放在家里的正北方。原理是什么？水是克火的。6是坎水之数，金生水，且圆形，象征金。这盆水就是你家里的人工肾脏，也是你家里的冷却塔，它会源源不断的产生金水之气，去平衡丙午年的燥火。注意，水脏了要换，保持清澈，就这一个小动作能保你全家心平气和，少生口角，血压平稳。第5味药，饮食调理，多吃黑，少吃红。最后讲讲吃，民以食为天，吃不对要白费。2026年天地之间是一个大烤箱，我们要吃什么？要吃滋阴润燥潜阳的东西，多吃黑色食物。中医讲黑色入肾，属水，黑豆、黑芝麻、黑木耳、桑葚、乌鸡，这些东西都是补肾水的良药。每天早上1杯黑豆浆，就是在给你的油箱加油。多吃白色和酸味食物，白色入肺，例如百合、银耳、莲藕、梨子，精能生水，也能怕火克。多吃白色，保护你的肺，肺气足了，免疫力才好。酸甘化阴，例如柠檬水、乌梅汤、酸梅汤。到了夏天火最旺的时候，去中药店买点乌梅、山楂、甘草、陈皮煮水喝，这叫酸甘化阴。喝下去，你身体里的津液瞬间就生出来了，比喝冰可乐解渴100倍，而且保护心脏。少吃助火食物，羊肉大热、麻辣火锅、烧烤、油炸、烈酒，这些东西在平时吃没事，但在丙午年
这就是往肚子里吞火炭，尤其是羊肉。2026年是红羊节，羊肉火气太重，高血压、心脏不好的人，这一年最好忌口。最后这味药不需要你花钱，只需要你忍。诸位，2026年火气大，这也意味着人发怒的心会非常重。你会发现这一年身边的人都像吃了炸药，路上一按喇叭就打架，家里一句话不对就摔碗，这就是天道的气场在影响人心。这时候谁能沉得住气，谁就是赢家。佛家讲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。还有一句话叫火烧功德林。你平时哪怕做了很多好事，积了很多德，结果因为别人撞了你一下或者骂了你一句，你那个火腾地一下上来了，你回骂过去，甚至动手，就这一瞬间，你辛辛苦苦积攒的福报全部被这把无名火烧得干干净净。而且在丙午年，这个火是有加成的，你发一次脾气伤身的程度是平时的10倍，特别是伤肝和伤心。怎么修？我要你们在2026年随身佩戴一个忍字，不是戴在身上，是刻在心里。当别人骂你的时候，你看着他，你要把你心里那个想回嘴的火压下去。你要在心里想，哎呀，这只是一团火在烧，我不做木头，我做水，我要包容他，他在帮我消业障呢。你只要能做到笑一笑，不回嘴，那个对方的火撞到你这个软绵绵的水上，他自己就灭了。这场灾难可能是血光之灾，可能是官非口舌，就消弭于无形了。各位，少说一句，多活一年。在2026年，沉默不是懦弱，沉默是大智慧，沉默是金。诸位，讲到现在，我知道你们哪怕记性再好，可能也听得云里雾里了。没关系，我知道你们年纪大了，或者平时琐事多，记性不好。我现在把前面讲字的内容浓缩成几句保姆级的大白话，你们哪怕前面的都忘了，这最后一段请刻在脑子里。一，千万别亏待父母，特别是别跟父母吵架，别把父母丢在一边，那是自断脚跟，火一来跑都跑不掉。二，千万别赚黑心钱，别去搞那些旁门左道的快钱，那一分一毫都是炸药，到了2026年是会炸了你粉身碎骨的。三，千万别熬夜纵欲，别觉得年轻身体好，你的油箱已经见底了，再熬夜那个火苗说灭就灭。这4件事必须执行。回家洗脚，这是把你的气接在地气上，稳如泰山。主动花钱，每个月拿点钱出来请客，做善事，把钱散出去，把灾挡在门外。11点睡觉，天塌下来也要睡觉，睡觉就是在给你的生命加油。闭上嘴巴，别人骂你，你笑笑，忍一句，你的福报就厚一分。听懂了吗？就这么简单，大道至简，做到了你就是神仙。讲到这里，肯定还有人会问，尼师，我们要不要买个水晶洞？要不要请个貔貅？要不要把家里的床位移一下？诸位，那是术，不是道。在2026年这种天地大变局面前，你家里那个小小的风水阵挡不住外面的漫天大火。那什么挡得住？只有一样东西，你的人心。我在天机里讲过，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。你们看那个德字怎么写？双人旁，右边是直心，意思就是我们要用正直的心去面对众生。在中医里，心主神明，君主之官。如果你的心是善良的，是光明的，是坦荡的，那你身体里就是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。在2026年，哪怕外面是九子离火，烈火焚天，对于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来说，这把火不是灾难，而是佛光。它会照亮你的路，它会温暖你的身，它会把那些想害你的小人、阴邪的东西全部烧跑。反过来，如果你的心是阴暗的，是算计的，是充满怨恨的，那你身体里全是阴毒。这时候外面的太阳一照，你就会像那个阴沟里的虫子一样见光死。所以我要告诉你们一句心里话，最好的风水不在房子里，而在你的身体里。最好的护身符不是庙里求来的，而是你平时对人说的那一句好话，你给陌生人的那一个微笑，你对父母的那一份孝心，这就叫厚德载物。唯有你的德行够厚，
你才能承载得住2026年这波巨大的能量冲击，把它变成你的财富，变成你的健康。最后，我有几句话想拜托大家，我们今天讲这些，不是为了传播恐惧，而是为了唤醒。这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，现在的戾气太重了，大家都在骂人，都在焦虑，我们不能跟着浑浊。你要做那个发光体，我要邀请你们做一个小小的仪式，这不仅是给我看，是给老天爷看，也是给你自己的潜意识下的一道平安符。请大家在评论区或者在你的心里默念并写下这8个字：顺天应人，逢凶化吉。为什么要写？因为语言是有力量的。当你打出这几个字的时候，你就是在向宇宙发射一个信号，我愿意顺应天道，我愿意做一个有德之人。当你发出这个善念，千万个同学一起发出这个善念，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正向磁场。在这个磁场里，所有的灾难都会绕着走，所有的福气都会聚过来。2026年不用怕，只要你心存善念，只要你照着我说的那几条去做，这把火烧不死你，只会把你炼成真金。愿大家不论流年如何变迁，都能心灯不灭，福寿安康。我们下期再见。